这部恐怖片欺骗了我们所有人，他打着恐怖惊悚的旗号，探讨的全是人性，几乎90%的人都被他逆天的结局所震撼。故事开始就是高能，强哥带着儿子来超市购买东西，没想到防控警报突然响起，人们疑惑地看向门外，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这时一个老头跑了过来，他边跑边回头，似乎身后有可怕的东西在追他。Something in the mist! Something in the mist! Cook John Lee! 这个男人不信邪，二话不说就往外冲。只见一片白茫茫的迷雾正席卷而来，很快他就被笼罩在内。接着就是几声惨叫传来，里面的人被吓坏了，赶紧锁上门退回了超市。人们开始讨论起来，有人说是化工厂发生了爆炸，也有人说这是神的审判。这时一个女人说她不能留在这里，家里还有孩子需要照顾，恳求大家送她回家。可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说话，不是低下头，就是刻意避开她的目光。Got my own boy to worry about. 女人带着必死的决心，独自走进了迷雾中。强哥来到后舱给儿子找毛毯，结果电力系统出现了问题。就在离开的时候，身后的卷帘门突然传来声响，外面好像有东西在撞门。强哥回去告诉了几个人，但他们根本不信。之后几人来到后舱检查，还打开卷帘门准备修好发电机。预想中的怪物并没有出现。就在他们嘲笑强哥是个胆小鬼的时候，一只触手突然缠住了小伙的脚。强哥赶紧上前帮忙，可怪物力气太大，一个人根本拉不住。他赶紧叫旁边的人搭把手，然而之前嘲笑他的人已经被吓傻了，只有眼镜有所动作。他拿起消防斧试图劈开，但还是慢了一步。小伙最终也没能逃出怪物的魔爪。强哥拿起斧头劈下了一截触手，然后把袖手旁观的帽子男暴揍了一顿。随后几人回到超市，将刚刚的遭遇告诉了黑人，他在当地非常有影响力。可黑人却自以为是，坚决不信这个世界有怪物的存在。强哥说可以下去看看，但还是遭到了黑人的拒绝。之后部分人来到后舱查看，竟然真的有一只触手，有人戳了一下，发现竟然还是活的，然后又化为黑烟消失不见了。回去后，他们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家。为了防止怪物的入侵，人们开始搬东西堵住门口。可黑人依旧不信有触手怪的存在，毕竟没有亲眼目睹。人群中还有个信奉上帝的神婆，他趁机开始发展自己的信徒，说这是神对人类的惩罚，唯有献祭才能阻止这一切，还预言怪物晚上会来找他们。Perspective is a little too Old Testament for my taste. 这时黑人有些按耐不住了，他煽动其他人一起出去求援。见对方一意孤行，强哥也不再劝说，只要求出去的人在腰上系一根绳子，让里面的人知道他们走了多远。其中一个人答应了，随后几人朝着迷雾走去。没多久，绳子瞬间变得紧绷起来，10几个人合力都拉不住。接着绳子被抬到空中，然后瞬间断裂开来。等大家拉回来的时候，绳子上沾满了血迹，只剩下了半截尸体。晚上一个大叔正在用餐，突然强哥打着手电查看，发现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生物。接着越来越多的虫子聚集在一起，扒满了整个玻璃。这时一只怪鸟飞了过来，把钢化玻璃撞了一个大洞，虫群顺势飞进了超市。女孩不小心被虫子咬到脖子，不出片刻功夫就没了生命体征。一个男人点燃拖把，结果不小心踢翻了地上的汽油，驱赶怪物变成了玩火自焚。强哥用火把点燃怪影，然后用棍子疯狂击打，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，超市的怪物总算被消灭干净。他们拿木板重新把窗口封上，但这么会儿功夫就死了3个人。恐惧蔓延在整个超市，有人开始相信神婆说的话，也有人因为害怕服毒自杀。强哥决定带些人去隔壁药房拿药，神婆又站出来反对，说你这样做会害死大家。他趁大家的恐惧心理，煽动更多人成为他的信徒。老太太忍无可忍 Shut up, you miserable buzzard! You old bastard! They do it in the Bible, don't they? And I got lots of peas. 强哥没有理会神婆，带着几个人走出了超市。没多久，他们就找到了药房，在药店里搜寻了一会儿，他们发现有人吊在空中，被蜘蛛丝牢牢捆住，显然这里有脏东西。他们刚想离开，大叔就被一具尸体抓住，竟然是之前的那个黑人。他大喊着对不起，求他们救救他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大蜘蛛突然出现，吐出的蛛丝掉在地上，居然还有腐蚀效果。有的人不小心被蛛丝缠住大腿，大腿当场废掉；有的被蛛丝突脸，立刻倒地身亡。他们带着人赶紧撤离这里，却被门口的母蜘蛛拦住去路。眼睛想开枪，可子弹已经打光了。一旁的大叔急忙拿起木棍插在了蜘蛛身上，才让众人得以逃生。随后几人跑回了超市，8个人只剩下了4个。神婆借此机会更加卖力地传道授教，几乎所有人都成了他的信徒，就连跟强哥混的大叔也在其中。Hallelujah! Hallelujah! The boy hasn't been all right since the pharmacy. His mind's just snapped. 强哥一行人来到后舱，发现有2个士兵竟然自杀了。大叔把最后一个士兵带到大家面前问罪，在神婆的逼问下，士兵终于说出了实情。原来军方为了搞研究，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，结果无法关上，导致这些怪物被放了出来。神婆认为是他们亵渎了神灵，把所有过错都推在了士兵身上，只有把他拖出去献祭，才能平息神灵的愤怒。
To the beast! Let the abomination smell his blood! 接着，信徒们把士兵高高抬起，直接丢出了超市。强哥想上前阻止，却也无能为力。士兵在外拼命呼喊，但末日之下根本没有人性可言。人们往往会因为恐惧，相信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来安慰自己。这时，一只巨大的生物出现在身后，接着士兵被瞬间拖走。信徒们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神婆说：“今晚怪物不会再来找他们。”强哥知道这里已经不再安全，神婆迟早会把他们也当成祭品。隔天一早，他们趁大家还在熟睡，准备离开超市，可没想到神婆早已恭候多时。她把自己当成了神的信使，不准强哥等人离开。接着，大量信徒向他们靠拢，要把强哥儿子当做今天的祭品。强哥拿起武器反抗，就在快要招架不住的时候，一声枪响击中了神婆。是眼镜开的枪，在他的掩护下，强哥一行人成功离开了超市。就在几人准备上车的时候，一只巨大生物出现在身后，眼镜当场领了盒饭。接着，一只蜘蛛出现，又扑倒了一个男人。强哥带着大家赶紧上车，他先是将车开到了家门口，发现了已经死掉的妻子，心中虽然悲痛万分，但依然不能停下前进的脚步。这时地面开始剧烈震动，众人抬头望去，发现是那只巨大的生物。让人更绝望的是，汽车的油也已经耗尽了，这成了压死强哥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大家心里都很清楚现在面临的处境，与其被怪物吃掉，还不如自我了断。强哥数了数手里的子弹，他们一共5个人，但子弹却只有4发。随后车内传来几声枪响。强哥选择了独自承受这份痛苦，他愤怒地推开车门，开始大声地喊叫，想吸引怪物的注意，了结此生。这时剧中最戏剧的一幕来了，预想中的怪物并没有出现，出现在他眼前的竟然是救援队的坦克。更讽刺的是，之前出去找孩子的女人也还活着。强哥无力地跪在地上，这一刻他无比绝望。上一秒亲手杀掉了儿子和伙伴，下一秒就出现了救援队，任谁都无法承受这种打击。生活又何尝不是这样？也许有一层迷雾遮住了你的眼睛，让你分不清方向，但只要迷雾散去，或许就能看到希望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不到最后一刻千万不要放弃。